好的，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做这个还是飞花的啊？飞花一共给了3部视频，第一部是诸葛复制速通16分钟，第二部是张飞不复制速通19分钟啊，这个将近20分钟。然后呢，第3部呢是诸葛的无伤。其实我是做过《三国战记2批》诸葛无伤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飞花打的，当时啊，我有印象，而且还好长时间了。不过不要紧，2020年的飞花既然给我了，我就要做一下。诸葛无伤来自于我们的天降神兵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官方发布归步版权版，也就是正版啊。其实内容是一样的，我们不多逼逼的啊。真的是怎么说啊？无伤的话呢，咱们的所要的含义就是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我也要保证自己是无伤。无伤的概念就是我不会受伤啊，就是再见拜拜。不受伤呢，你就不能被小兵卡，不能被 BOSS 震，什么都不能。在这个基础点上，你可以选择，比如说像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像贵一点啊，怎么样也好。但是我发现它速通的，它这个通关速度还是蛮快的啊，因为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。太平道袍捡衣服，无伤的话呢，很多人问捡衣服有没有用？无伤的话捡衣服确实，个人感觉没用啊。你们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啊？那你说无伤的话，你捡衣服还有用吗？啊，其实但是你分什么衣服，比如说你捡封神袍，我建议别捡啊。比如说你捡黄袍，黄袍还好，因为打气儿快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其他的衣服，那你无伤，你也不可能捡金丝战袍是吧？金丝战袍也没有用。然后你防的再多，你一点费血，你就是给你重甲金锁，你也是再见是吧？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血杀算不算？所有的啊，你们只需要记住，无伤并不是代表不费血，无伤代表的是不挨打。你别打我，血杀你，那你说玩那个恐龙快打的，你不血杀，你不扯犊子吗？啊，那不血杀恐龙快打玩个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所谓的无伤，就是你别打我。你打着我，无论怎么的都算我输了，对吧？当然有一些剧情杀咱们不能算啊，剧情肯定是不能算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你说比如说你说合金大洲3，合金大洲3到目前为止啊，如果严谨的说法是没有人能够一命通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打到最后一关之前的时候呢，是被那个火星人假扮的摩登将军给抓走了。那你他妈的严谨的说法，你都被抓走了，你怎么一命通关？是按照情况来讲，他是一命，对吧？但是你换人了，你换人不行，就不行，就严谨，就不行。那你要这么说，他妈的也是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没有什么严谨不严谨这说法啊，对不对？有衣服加特效，哪个衣服特效啊？好，一个火焰弹，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啊，就是有的是有特效，有的就没有了啊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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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还有探云天一也是啊，这个确实是探云天一是一个，然后再就是像我说的那个3级跳一个，然后再就是黄袍、封神袍啊，再就金丝战袍，那你都已经霸体了，那你是不是费血了啊？好的，一个雷烫回来，这一崩，这一屁都能崩回来，然后往地下一跪。斩草除根，它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隐形守护者那种感觉，就晨光游戏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就说啥呢？就是你选 A， 你要杀他，张辽就来救；但是你选 B 呢，你选择招降他呢就不服，要跟你干，然后张辽就不来救。那取决于你怎么选，这个就是真的啊。那张辽按理说，张辽就是在路上，你怎么选张辽都会来救的。可是呢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有点嘚儿啊，有点恶心啊。你们期不期待我一统天下的赤壁金玄？我玩到现在的话，通关是迟早的事儿。但是啊，我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打曹操还得需要好长时间。那曹操地图太广了，曹操得有20个城啊，一整有的城就是9个武将啊，这个什么还有15个武将啊。
飞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飞龙就是龙肉啊，龙肉非常的值钱啊，就是非常的好吃。好，这个都得小心一点啊！你像他撇这个雷啥的，你炸到一下，你无论怎么整，你就挨打了就废了啊，挨打就废了，就难受了啊。有没有无伤摊分？你这个人想法好邪恶啊！无伤还摊分。好，新野城感觉这巷子啊挺深，你看，全都是兵。好，那你捡它干啥？真服了啊！啊，你明明知道那里面装一个香，然后你捡起来把香扔了，臭死了啊！没修改过的《三国战记2》叫什么版？《三国战记2》是《三国战记2》啊，103、106。这是《三国战记2》，《三国战记2批》是2P， 是2的第2代改版，也就是简称《三国战记2》204版，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谓的可复制版，也是最经典的一版。啊，205呢就是不可复制版，一样也是一个意思啊。204、205，204就已经很完美了，只不过它是能复制，很难受。但是不管是204还是205，都可以，就是用那个无限神器 bug。所以说现在都是基于204，但你想。很多人就喜欢玩这种复制啊，那我就是想复制啊，你凭啥不让我复制呢？那我也能理解啊，那你复制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三国战记2是2，2P 是2P，2的话呢，现在最常见的是106，然后这个2P的话呢就是204，一个是10几，一个是20几，你想一想就知道啊，就是它这个设定还是比较直接的，对不对啊？无伤摊分，你还摊分，你还速通，这句话是你能不能当我爸爸，或者是当我妈妈？最好是妈和爸都当了，那太嘚了啊！好，这个曹仁在那个石头上站着，感觉自己正好，这个曹仁感觉给那点上站着，感觉自己可无敌的样子啊！别自己逼逼赖赖，我就想说，好，起身有一个晕，其实起身这个晕可以起身压制的，不过这个 BOSS 并没有那么难啊。像这种没有硬汉的 BOSS 都特别简单。什么叫硬汉呢？比如说像你说那个牛金，像什么周泰、徐晃，就是你一打他吧，他就冒白光，哎呀，就开始给你架招，好恶心的啊！好，直接连死。感觉这个飞花玩啊，它非常省啊，确实很省。你看衣服不捡了吧？正常的话呢，是你身上那个太平道袍，对吧？你也捡个明光牌也无所谓的，反正是无伤嘛。你就是捡装甲金锁，只要不被打就算，并不是说不费血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无论你只要被打，一定会费血的，除非是被吼了，被吼一下你好像不费血的情况下呢，但是你就是晕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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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我看，好，我看看金砖，飞花满天，飞花满楼，我不知道他 ID 是不是叫飞花满楼啊，但是就是飞花满天嘛啊。哇哇！好，看看这个地方啊，它这个你可以踢走，是不是？其
其实呢，他踢的话呢，咱也不知道这个胖子精神病，一看人来了，把箱子踢走了。这箱子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嘛，一个破珠宝，对不对？你想据为己有就据为己有，对吧？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联合火雅车加一个珠宝而已。但事实上呢，如果你选赵云的话，就会给你一把梨花枪，梨花木质清洁便捷。但是呢，按照正常的理解的话，赵云应该是拿龙胆枪，不过龙胆呢也听起来也弱，2个字的啊，你2个字的像日天啊，倚天这是好听是不是啊？老龙，老龙，现在龙神翼龙神不挺好听的？现在叫毒奶肉，我就感觉就是一整我老想起那个苹果肉肉啊。哎，你到底起这个名到底是不是为人起的？就是为了这个肉肉起的啊？这毒奶肉是太狠了啊！你是真的是为他起的吗？啊？好，我们看看这个诸葛亮啊，穿的衣服粉色的啊，确实好看啊，对不对？他有我毒奶啊啊！想当年，我好像是在速九之前就认识他了吧啊？那是12年13年啊。好，准备好要雷，这肯定是要哎，大哥你这么啊，飞花太省了，一个风书，道家法典啊，这个真的是烂。好，要往下走，这个地方咱们的火扇啊实在是太有用了。其实无论是32还是2P，这个火扇都是诸葛亮的神器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但是这个要吃啊。五子兵法就不要了，五子兵法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用啊。这个好，看他也不吃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他肯定是不会吃的啊。一个明明色3点4连，一个5连 A 一下，好，再 A 一下，好的，这一下就是将近对吧？将近2/7的血量啊。道家秘本，道家秘本可以打多点，如果怕火的人啊 ，A 他还是蛮爽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再 A 这个小扇子啊，你看这个，其实这个无火神焰扇啊，我觉得作为火扇来讲，大家伙的心情还是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诸葛亮喜欢拿扇子，然后这个火扇就是取代这个倚天剑，因为这里面的话，每个人都有专属兵器，除了方天画戟和真方这些大伙可以用之外啊，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。对吧？没什么好说的。而这个终于是马超拿剑，诸葛亮拿扇。但是诸葛亮那手赤峰剑，凭什么马超不能用？我就是个人觉得，凭什么马超不能用赤峰剑啊？这个事儿非常恶心，都是剑，你凭啥就不让我用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就很恶心。好的，你看这手防御啊，非常的神奇啊。这个对游戏的理解啊和反应速度啊都非常的稳。冰扇，那你赤峰也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知道火扇吗？你们为什么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喜欢乌羽，而喜欢火扇？乌羽也是 A 完了之后是 A 是不是爆属性也可以 A 吗？告诉你不能 A。乌羽它的连段只能打1段，而这个火扇就不是，火扇可以一直连到正常的 A 一下算1段，最后还能再追一些地，然后呢通过后前跳来重置可以再追，这是火扇的牛逼之处。冰扇的话，冰扇和赤峰它的区别并不大，它就是1 2 3 1 2 3 1 2 3 1 2 3 4样完事儿了，然后一个雷啊。冰扇、火扇的冰扇和赤峰，其实准确来讲呢，冰扇呢有点像剑，它并不像扇，对吧？乌羽和火扇像啊，乌羽你看单体打下，号称自己血多，但是没有什么用的啊。诸葛亮也能拿卯上的，不是啊？你这句话没毛病啊，因为《三国战记1》里面，诸葛亮就是能拿倚天剑和青钢剑呢，还能拿干将剑以及这个太阿剑。那马超也一样能拿，但2里面呢，倚天剑诸葛亮就拿不了了啊，然后青钢剑诸葛亮也拿不了。但是呢，诸葛亮有一手本武剑，还有一个赤峰剑，就不多说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西红柿炒番茄赠送了1手办卡。太狠了啊！
当当当，好了，还是走 B 路线。走 B 路线，他要不要拿赤峰？我个人建议拿赤峰，真的，但是他时间未必够。其实这玩意儿吧，就是夜长梦多，知道吧？你玩就夜长梦多。好了 ，APM 哥开始小狠传媒。我这个字体啊是咱们小狼粉丝给做的，然后我直接就套用过来，就整成我外面的招牌也是这样的。外面招牌的话是小狼传媒，然后也是小狼解说外加就大体是小狼传媒。其实我的公司是小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啊，但是就叫小狼传媒就好。然后后面这几个字就是亚克力面板，亚克力面板加雪肤板，非常的简单实惠。这后面这一堵墙，妈的也花了1000块钱。太狠了啊！本武剑是什么剑？本武剑就是本来的武器的意思啊，就是本武。本武，我感觉吧，我一开始吧，我也按理说你要跟我说的话，我估计我也不懂。但是本武就是本来的武器的意思，你看字儿就能理解啊。工资现在做咋样了？啥也不是，现在还是靠直播。但是年后的话呢，除了直播之外呢，小狼要加新业务。希望能支持，因为比如说讲故事的话，你狼是专业中的专业的，我敢保证的，你相信我，对吧？而且像我这么皮的人，可能比这个老梁啊什么这些讲历史的、讲故事的还能再皮一点。这个灯是隔一个 A 一下，等到最后一个灯的时候 A 2下，然后打这个箱子一定要记住，打这个箱子的话，从多了开始打，知道吧？从多了开始打，就比如说它一共是5个箱子，它一定是3个大箱子、2个小箱子，或者3个小箱子、2个大箱子的。如果是3个的话，你就先从多的开始打，先打最多的，然后再打少的，一定不要打乱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 A 完之后呢，空中会掉下来一个箱子，这个铁箱子呢掉下来之后呢，就是内蒙古赤峰剑啊。这个剑呢有什么用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打甘宁的时候呢，甘宁可以被你秒杀的。我当时我玩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秒杀甘宁。就是这么炫，而且还有这个孙子兵法，但是我建议不要用，因为这么好打的 BOSS， 咱们打的是无伤玩法啊，无伤玩法并不是那个什么啊，你打无伤玩法的话，你懂的，那对吧？我只要杀了你就行，为什么要放孙子兵法？看我床上的表现，APM 哥有故事啊，怎么的？一会儿要跟 APM 哥喝一口，好吧？我们解说完了之后呢，就要喝一口了啊！好，你看这个秒杀是白扯，你看 A 了3下多少血？武神上周经2、3、1、2、3，而且他1、2的时候呢，还有这个多点，你看有多点，这个秒杀诸葛亮啊，这个是最好秒杀的了啊！好，打分要招降，一定要3000万才能招降啊！好，分数的话应该是够了吧？我看看，就差这么一丢丢啊，就差那么一丢丢，未必够。这很讨厌啊，这个啊，2900万怎么说？好，没招降，哎呀。难受香菇，他把火扇扔了，选择用赤峰，啊，这个没招降。有招降的话，其实咱们打无伤的话，就不用考虑招不招降了，对吧？你只是用这个人打某些特定的 BOSS 的时候，可能稍微爽一点而已。喝了一口味儿不对，仔细看不是红牛，是红武，不是红牛，是钢牛啊，就是青钢剑那个钢。小的时候很多人管青钢剑叫青红剑。那个钢那个字儿确实长得不像钢，像红啊。为什么不拿冰扇？你他妈都得能拿着才行啊！冰扇得到这个地图，走走 A 路线，然后呢上方路线，应该是乌龟路线啊，应该是乌龟路线的话给冰扇。我今天喝了几个飞机没有？我今天呢是2个飞机没喝。然后呢，2个火箭喝了2瓶，然后又跟大家伙又喝了1瓶，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咋了 ？APM 哥又要给老子喝吗？太狠了！好，我们看周泰这个人物啊，大家伙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啊，就是他呢，你要跟他硬刚的话，你是死得很惨。不过
你像为什么说这个诸葛这个人物啊是0分的人物，也就是他没有分数，分数非常低，就是他说白了啊，这个就是简单嘛，这个人物。你像，而且他打秒杀也简单，他打秒杀的话，诸葛亮、孙子兵法，好吧，目前还不到目前还不到5000万，他也照相不了，没有分数啊，照相不了的啊。观察一下，估计还是飞机和大家伙能参与一下。这个我们关键是观察一下，好看看 low， 其实就是打甘宁费血最多的武器，真的啊，就是甘宁费血最多。你打，你想想，有水的人就是怕电嘛。其实不是说有水的怕电，在1里面设计的，只要是但凡跟铁甲沾上边的都怕电。骑马的人铁甲非常多，魏延铁甲多，其实就是骑马加魏延嘛。还有谁呀、对吧？吕布、左慈、夏侯渊怕火，怕冰的这个沙摩柯、黄盖啊，曹操其实也怕。让他喝，让他喝。白虎神器一定要捡喽！孙子兵法、白虎神器、连环火甲车，一个萝卜不用药。哎，这个血量上限，这个血量上限怎么说啊？这个血量上限看起来好像给人一种感觉，因为咱们2P 里面啊，你是看不到它升级的，是吧？没有级数啊。当然，为什么会掉了一块血？但是你会发现它好像血格上限升了啊。这个我忘了说这个事儿了啊，没看，就是没注意到血格，因为根本就没受伤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能复制吧？可以复制的。咱们经典版所有的经典版和改版都是可复制版本的。这个好，走上方比较安全啊。好，来看看24K 大胖兔子，血红的兔子啊。兔子的话呢是要给它喂萝卜吃的，但是咱们在32里面主要是还是喂乌龟，给乌龟吃草，给兔子吃萝卜，天经地义啊，你懂吧啊？分到了就加血量上限，但是呢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吧，你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啊，这个就刷分来讲呢，以后可以找几个人专门打刷分的。牛金刷分，武将模式能分刷爆，应该是不能刷爆吧？好像是这个2P 里面就没有刷爆的这个路子啊。啊，铁甲兵，还得 A 好几下。要正常的话，铁甲应该是比较害怕电的啊。来，诸葛亮和连环火甲车，连环火甲车还真的是胖子放的哈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啊，蹦出来呀！他为什么要做这么精美的动画在孙权身上呢？我真的不理解啊！4管血的小孙权，如果打双王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儿。如果打双王的话呢，这个孙权血还不如现在的，现在还是4管血。这个打孙权不要用冰扇啊，兄弟们！打孙权千万记住不要用冰扇。好的，现在放了一手孙子兵法，一个多。啊，赌神商，为什么叫赌？我不知道他到底喊的是什么商周经，是赌神商周经是吗？42分之后呢，从0开始，是吗？你可以试一试啊。那就是说可以把分打重置，那打重置还能再奖命吗？再打出这个1个亿也可以奖命喽。为什么这喊的什么？不知道。八卦阵啊，这是官方名称，不用多说的啊。八卦阵为啥不能用冰扇？为啥不能用啊？因为打他的话费血非常少，他不怕冰，知道吧？就是不怕冰啊。啊，诸葛亮的这个大头贴长得确实帅哥啊，长得像我一个哥们儿，真的。一会儿还干吗？
你说的干是解说还是什么？你说是解说还是什么？解说。雷剑最帅，这个我们管就是这个叫赤锋剑，名字特别好听，赤也就是红色的意思，赤橙黄绿青蓝子啊，对吧？这个赤锋，锋就是锋利的意思，红色锋利的剑，赤锋嘛，多好听啊！给老子喝，你们都记住了，我发现你们这个梗啊，你们玩吧，你们玩能玩出花活来着，像那边有什么银高苏啥的啊。好，来看看一顿转身 A， 这个降将啊，它没有依附的本体属性，但是你放完白虎神器之后，你看，就是一顿 A 就好了，真的是简单啊。哇！这诸葛亮长得像你一个哥们儿的男朋友，我操！好 A 死，我们看看。啊！你还捡蛮王藤甲干什么呀？你还捡蛮王藤甲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，妹妹啊？对不对？太狠了啊！你这太极道袍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他道袍你都穿一辈子了，还换个蛮王藤甲，真的是服呢啊！告诉你，最狠的还是马龙。我学的不知道，我没听过原版，我听你们那个字儿，按照我说的话，要喜感一话就是马龙，这个太喜感了啊！你陪我喝116要陪我喝，但是116有个缺点，116呢，他既然已经是喝多了刚缓过来，我们不知道他缓过来缓成什么样，但是我知道他肯定喝了15个，他至少喝了15个老血。15个老血还喝个屁呀！15个老血炸了！好了，压连哥一手办卡，刚才啊没有看到。一会儿斗酒吗？我看好像是 APM 哥有点意思，真的。我说句实话啊，我这事儿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都讲，但凡都讲究自愿啊。但是呢 ，APM 哥好像今天就一会儿问一句，一会儿问一句，我感觉好像有点东西啊。好。我寻思他要引雷呢啊，我寻思他要引雷，但这手曹仁打坛子怪是狠，逗死你！一个雷，好，就无限左右雷啊！这青龙神器在这儿放也是有点过分。好，今天给老子喝过没喝没有。今天，但是呢，今天是跟艾哥喝过了啊，太嘚儿了啊！一个破草都捡起来啊！一看没酒局，我这个酒局是，我告诉你，过年期间能陪大伙喝上，好好喝一喝的啊，玩点小游戏喝一喝啊。好，还是要打双王。还是打双王的啊！铁甲洗了容易生锈，这个也不说铁甲啊，大伙都知道啊，说恨铁不生钢，铁百炼可生钢。日本的这个冶炼技术为什么比咱中国的现在要强？就是它遵守了这个原始的这个东西。但你也知道啊，这个成批量的武器兵器呢，并没有能力说好了，这一下双连，兄弟们，你看。双连啊，这个秒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！1 2 3 1 2 3 1 2 3，听，你看，好了，又放了个神龙骨水，2 3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落下来的时候，1 2 3 1 2，他可以再打的啊，但是他 A 死一个也无所谓，再等2 3，然后等一会儿，一个毒，2个毒，开始玩上了。开始玩上了啊！这飞花这个真的很有意思，一个雷，随随便便就能打无伤通关，但是他的分数一直都不够，连奖命都没有奖啊，挺有意思的啊。
好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飞花满天给大伙啊，这个大神表演的诸葛亮无伤。在某些阶段上你会发现啊，他以稳为主，否则呢还会更快。整体时间呢30分钟左右就能打出一个无伤通关诸葛亮。但是这个诸葛亮确实也整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人没有之一了，不用多说了，拿的是火扇加赤锋，然后一路头歪歪杀入到最后一关。在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，同时转发、收藏、评论以及发弹幕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最后呢，还有人问无伤怎么掉血了，是因为加血量上线了，这个跟三国战记1是一样的，不多逼逼的啊。